好，在国际局势上面呢，只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目前美国内部真的是内忧外患啊！带您来看看，现在在伊朗这一边呢，传出说到底有没有对美军来袭击？伊朗已经说不是他们了啊，但是呢，在伊朗这边有民兵组织出来承认就是他们所做的，因为呢，当时在1月28号的时候，在约旦美军基地这里被突袭了，时间点呢说是在清晨的时候，你会问到底为什么会造成3人死亡、40多人受伤这么大的一个伤亡？甚至是加萨战争以来第1起造成美军丧生的事件。他们说是因为在清晨的时候，敌军呢他们的无人机跟着一起回来，那他们没有办法来分辨到底是我军的无人机还是敌军的无人机，因为呢那个时候攻击的地方又刚刚好都是在他们的起居区，所以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目前为止，彭博社就直接讲了，因为这起事件年底要选总统，所以拜登到底打不打伊朗，你的反应够不够强硬？这件事情呢，他觉得是连任的一个关键。至于美军，现在也担心把整个区域的问题升级，所以他们可能采取的是比较隐蔽性的行动来作为回应，也避免直接跟伊朗陷入冲突。好，伊朗刚刚说已经否认了，但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基地到底在哪里？说是约旦的美军基地，但约旦说不在我们这里。仔细去看它的地点，基本上呢，这个 Tower 22，它其实是在约旦的东北方。认真的讲呢，它是在约旦、叙利亚、伊拉克的交界处，甚至有人说呢，其实它比较像是在叙利亚的境内，但是呢，又不能说它在叙利亚里面，原因是因为它在这边，其实呢，它所反抗的、支持的，跟叙利亚的政府是反抗的，是敌对的，又会被讲说，你这样子算不算是直接侵略叙利亚？所以呢，这边很微妙。等等，听老师来说，这个是外患的部分，内忧的部分。真的快打起来了，原因是在德州这边，如果呢从地图上面来看，德州跟墨西哥里面相邻，有一个地方呢叫做 Shelby Park。 好，这个地方呢现在在边境上头，它本来应该会有一个长墙是已经盖好的，但是呢在1月22号，当时美国最高法院是批准了联邦政府可以直接去把那个现有的墙给拆掉，铁丝网给拆掉。德州这边州长阿伯特直接反应，甚至整个共和党所有的州长25个全部站在他后面，大家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说，你这样子把它拆掉，那会让非法移民更多来，甚至呢，川普直接讲，他当总统，他就直接呢要各州派国民警卫队到边境来援助德州。国民警卫队在美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组织，它其实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战机。你看看它的战机呢，有 B-2 隐形轰炸机，有坦克车，甚至呢还有 F-22 战斗机等等，44万人的民兵。那这一些人基本上，如果真的跟美军对上了，那该怎么办？现在呢，大家就说这有没有可能变成一场内战？因为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在德州这边呢传出有2名的士兵，他们当时呢是在这个过程路上呢，结果发生了口角，然后呢甚至还有1人开枪，然后有1人当场倒下。这一件事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口角的争吵内容？媒体报道还没有说整个检查或者整个调查的过程被披露，但是德州州长已经讲了，在内部确实是有一股情绪在闷烧，甚至他还说已经做好开战准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就会70年没见的内战，在这一次的这个 Civil War 呢，现在已经变成网络上一个很红，甚至呢搜索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字？会不会因为这样造成美国在今年年底的选举的一些变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目前68%的民众对于拜登的边境管控措施其实是不满的，63%认为他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这一些通通都是票啊！特别是在他上任之后，你知道吗？去年12月，总共是有大概超过30万的非法移民是越过了美墨边境，这其实对于他们内部的包括治安、包括经济都造成影响。如何把这一批选票挽救回来？现在呢，强调的是他可能会找奥巴马
会找克林顿来帮忙，希望呢能够找这2位前辈跟他一起来募款，史无前例，希望把这一些民主党的票通通催回来。不然的话，您看看现在的民调说了，如果共和党是川普，那如果说呢又是对上了拜登，很有可能啦，他们只能选川普啊，又或者是说呢，现在干脆18%的人就不投票了，那会不会又造成年底选举的任何变化？就要请教赖老师，原因是因为现在在美国内部年底要选举了，有一股压力存在。外部其实对拜登来说也是一股压力，特别是这一次的伊朗跟约旦这边的美军基地事件。拜登现在骑虎难下啊，他面临很困难的一个抉择，因为如果他直接攻击伊朗的话，伊朗一定反击。伊朗已经在第一时间说这不是我干的，对，而且我也没有叫那个民兵组织干这个事，他本身并不是听我指挥啊。那问题就在于美国信还是不信？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国内啊，现在像川普啊，他们是极力要求他直接批评拜登是软弱无能，那么要求要严厉的要反击。那反击的对象是谁？很明的，如果是伊朗的话，那你要直接攻打伊朗的本土，还是要攻打伊朗啊的这些在伊朗境外的指挥官？例如说在伊拉克或是叙利亚的指挥官，这个对拜登来说的话面临两难，因为你如果直接攻击的话，那很有可能伊朗会反击，会再度的报复，那战争很有可能就升级了。可是问题就在于，对美国人来讲，也门的问题还处理不了，红海问题处理不了。现在如果又跟伊朗开战的话，伊朗不是小国，伊朗是大国，而且美国也不敢把地面部队派到伊朗。那如果用轰炸的话，那伊朗就不客气了。伊朗的导弹也是相当有威慑力的，伊朗的无人机几千到上万架是绝对跑不掉的，都在地底下。对，那所以伊朗本身的反击能力也不低，所以对于拜登来讲，不能够挑起这么大的一个战争，那怎么办？那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呢？不要忘了，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美军有设军事基地，当然是非法的哦。可是从去年10月一直到现在，他遭受到165次的攻击，几乎每一天都受到攻击，可是没有一个人死亡。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些攻击都是骚扰性的，避免把这个战事拉大，所以都是属于惩罚性或者骚扰性，但是并没有说要把美军杀掉。可是这一次美军在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很明显的就是要直接杀掉这个美国的军人。所以这一架无人机，它基本上来讲，为什么没有被发现？为什么会被误认呢？是因为它飞得很低，所以在雷达上完全没看到它，而且它飞得很慢，飞得又低，飞得又慢，一直等到美国的无人机回来的时候，然后他们的这些基地把这个防空的就暂时关掉，让无人机能够美国无人机回来的时候，这架飞机就趁这个机会进来了。那这个当然他们就没有办法发现，而且以为是自己的飞机。那等到他对于他们的宿舍进行攻击的时候，那造成的死伤就如此的惨重，3个人直接死亡，34个人以上受伤。那有没有很严重的？很有可能，如果受伤很严重，还有可能死亡的人数会在增大。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一次的无人机的攻击是直接针对美国的有生战力，也就是美国的军人来攻击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它是拂晓攻击，所以这些人是在睡觉，他来不及疏散。是，好，到底呢这起事件对于美国内外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政治反应？中东局势现在正在变化当中，请教盛峰委员怎么样来看？因为一个不对，全盘可能都会乱。这个我这样说，就好像钟摆理论一样啊，是一个道理，但不一定代表必然的事实。那就是卡特连任失败之后死在伊朗的身上嘛，各位还记得吧？当时卡特要连任的前夕啊，派了特种兵要进伊朗去营救，结果那个直升机半路发生了问题，那整个美国人是很大的受伤啊。那同样的道理，现在在中东啊，美国已经一个头8个大了，再加一个伊朗，他打不打？打怎么办？打很简单了，下令就可以了。那打下去呢？打下去11月份很快就到了，那个压力是大的不得了的。这就是大国啊，他必须要面对的困扰，这也是美国自己搞出来的霸权。所有的一切不就是美国吗？美国凭什么他可以在全世界到处设基地，然后我说了算呢？
啊，不提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导师应该各位注意的是德州这个边界问题。当年呢，德州要进到美国的时候，他跟联邦之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但书的，那就是说我的国界必须联邦来帮我保护。今天他之所以翻脸说我的国界你来帮我保护，你不但没有帮我保护，你是破坏了我的国界，所以我要起来捍卫我这个邦的权利。这个是之所以会解释成为内战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从这里来的。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这又涉及到另外的不是法理的问题，涉及到很活生生的选票实力的问题啊。民主党的选票是在底层的选民啊，那共和党的选票现在显然是白人至上的选民啊。那这个里面呢，民主党现在玩堕胎，那共和党呢就是玩什么？玩这个外来的非法移民。所以两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一方有难这个万方支援啊，现在一州有难，德州有难，26州全部扑上去啊。这好像也很少看到啊，很少看到。但是显然这在美国演着，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啊，我这些年感慨啊，一句话，那就是民主的弊端要由更多的民主解决。这一句话，我现在完全推翻，都不是。你只要想到美国会有2个80岁的老头要宾总统，你就知道了。最后，请玉芳委员总结。这个约旦这个事情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就是美国其实在中东的局面不是太好。表面上他也把伊拉克打倒了，然后在叙利亚那边也相当程度压制了阿塞德的这个政权。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了白色民众党那8席，现在呢大家都希望跟他们下子一下。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到底他们会跟谁合作呢？在这一场啦，发现绿的也去了，蓝的也去了，可是氛围不太一样。据说啦，韩国瑜他们进到里头的时候，黄珊珊呢私底下虽然没有讲话，但就讲了这么一句，可不可以叫国民党的立委不要再一直攻击我啊？因为呢，如果真的要合作的话，希望彼此气氛更热络一些。但这张照片也有人开始在讲啦，在这一局里面，发现站在中间的变成了黄国昌，C 位让出来了，这是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什么样的氛围跟意味呢？因为呢，在选完之后会直接面对的就是各个委员会分派，然后选召委。现在呢，这一位新任的国民党总召傅崐萁他就直接讲了，很呛他说不会让民进党再用家禽家畜来当首长啊。同时呢，他们这样就是直接跟柯建铭对上，总召对总召，柯建铭说：“我当那么多年，我思维一定比较完整啦，讲大话是没有用的。”一来一往，到底未来的立法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民众党很多人认为关键8席，虽然曾经这个柯总召也讲了。被8席没什么路用，但是也许有的时候真的在压手的时阵有路用啦。因为现在大家也在问了，民进党真的不需要跟他合作吗？只是如果跟他合作的话要小心哦，因为基进党当年被说成是小绿他们跟这个民进党来合作，结果今年呢得票数没有过3%，所以领不到补助款，必须呢要把高雄市党部直接先拆牌先退租了，因为就没有钱嘛。当年基进党会起来，很多人认为 Thank you 哥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后来因为被罢免退掉之后，这一次的选举可能就剩吴欣岱比较活跃啦，但是呢基本上就好像也是没有起到一个什么关键的作用。如果要说基进党的话，高雄市这边可能还算是他们一个大本营，但是当时这个名场面就是呢，陈其迈在煮狗食的时候，竟然是转过头来喂张博洋吃，这一幕呢，让大家也开始印象很深刻。现在基进党变成了高雄市党部必须要卸下招牌，小绿真的得以生存吗？又或者过往来说的时代力量，也曾经跟民进党是感觉比较近一些的，但是你看看当年林昶佐退党之后，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回到了民进党，只是这一次没有选。而他们的党主席王婉瑜虽然一直强调时代力量不一样，可问题是当时他在凯道游行的时候，好像讲到蔡英文的那一段落，他也全部跳掉了。这里头时代力量当时在创党时，这一位灵魂人物黄国昌老师，现在直接选择加入了民众党到不分区，他只给
给了5个字当答案，原因就是我不想当小绿。这5个字基本上也代表了现在在民众党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立场。黄国昌直接讲了，如果说4年之后你想要卷土重来的话，接下来这2年很重要，特别是2026全面必须要开战，你就是6都新竹县市都要派人下去选，你就是要把组织战给打起来，不要再被人家说你只有空战没有组织。大家也开始在说，他如果选新北的话，黄珊珊是不是会再次挑战台北市？甚至有人说会不会复制的是2014当年柯文哲被民进党礼让的模式，又或者他自己也被礼让过啊？因为呢，当年他就是因为2016年在港湖区礼让他，民进党不提名，让他被称为是小英女孩啊，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郭正亮就直接讲了，如果你要跟人家合作的话，确实啊，江湖上有这样的一个传言，但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在立法院里面的问政，你还有办法问到平屁入里吗？问到那个非常重点的重点吗？你能够做到这样吗？蔡正元委员呢，则是直接讲选票结构。他说，民众党要真的想走得远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呢，短期之内能量不要消失。那重点，你必须要走得更远，就是呢，你要把得票率还有你当年的这个能量能够继续下去，让柯文哲的能量、民众党的能量绑在一起，才有办法在4年之后、8年之后再战2次，再战第3次，义无反顾。现在看起来不止1次，但是请教盛峰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也在问啦，在这一局，他希望跟民众党合作，可是呢，黄珊珊全程没讲话，只讲了这么一句：“拜托啦，你叫国民党的立委不要一直攻击我。”这样子看目前情势的发展。应该不会去跟绿的合作，这一点大概可以确定了。除非下面我讲，除非那就是第一阶段呢各投各的，所以要进行第2次投票，而第2次投票，民众党采取自由投票，这个时候就不可控了。假若不是，依照常理跟目前这样子的互动看起来，理论上应该蓝白合在国会的这一次里面，蓝白合的几率应该比较高，但是我要加但是，我没有信心啊。你没有信心？常理应该是这样子，看各种迹象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呢，人心隔肚皮，越看越看不清啊，这是一个。第2个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傅崐萁啊跟柯建铭，这个太好了，2只狐狸，哎呀，太精彩了。这个各位呢，精彩可期，我不骗你有时候呢，这个好像是哪一个电影里面讲的，要治坏人，就要找一个比他更坏的坏人去治，大家这样子，所以应该各位可以把我这一句话好好来用。这个东西就纯粹方法论，没有道德的问题，没有价值判断的问题，纯粹。我想很多人对柯建铭在立完翻手覆你那么多年，有没有？平常心讲，国民党还真找不到操作的对手呢。这个时候有这么一靠人物出现，不见得是坏事啊。当然，我讲过价值中立化来看他啊，那也不要去说傅崐萁有多坏，柯建铭一样，2个相比起来，所以呢，狐狸对狐狸，看哪一只机会高。第3个倒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从我个人组新党一直到现在，我来观看整个台湾第3党的一个情况，民众党是最有希望继续延续下去的一个第3党，它的理由在哪里？它不是小绿，也不是小蓝，新党本身就有很强烈的国民党情节嘛，所以国民党行的时候，新党就不见嘛，国民党不行的时候，新党就有机会嘛。亲民党起来了，新党就像潮水一样，就涌到亲民党过去了嘛。当马英九又起来了，亲民党又不见了嘛。这个就是从哪里出来的小蓝如此，小绿也是台联基本上就是从民进党出来的嘛。那国民党的成分很低嘛，所以当国民党大家到了最后讲，哎呦，没使让台湾人的震动没去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见了嘛。不要让国民党输了，国民党输了就完了，那就这些小蓝就不见了嘛。那不要忘了，这一次的民众党
你很难说它是小蓝，也没有办法说它是小绿。基本上，它走出了自己政党成员的格局的特殊性。这是一个。那所以基本上客观的环境它是已经存在了。他不会为了说，哎呀，为了怕国民党落选了，为了蓝落选了怎么办？他没有这个负担，他也没有说，哎呦，立了垮了怎么办？他也没有这个负担。那现在呢，再过来就是他组织能力行不行？对，这个呢，党主席能不能掌控这个党，等等等等，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考验。民进党是党外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呢，所累积出来的能量，国民党也一样，那是更长的时间建造出来的一个条件啊，所以就客观的情势是有利于民众党的。那他26年要不要每一个县市都推人出来选，要不要怎么选下去都可以，问题是推什么样的人，选什么样的局。假如选出一个 ABC 出来，那真的是一步一步就站稳的立场，因为一个经过选举考验的政党才是一个真正有利的。那这个要多久的时间？一届不算，大概经过10年、20年之后啊，他大概就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对民众党讲起来，未来的10年就2次的大选，两次的选举是他最大的考验。过得了这个关了，他就3分天下了；过不了这个关了，那就很难讲了。所以他未来有一段路要走，就因为盛峰委员讲，它是一个稳定性，它是不是能够真的成为一个3强鼎立的一个状态？但是在现在的国会里头，请教玉芳委员了，原因是因为目前虽然说呢是3分天下，但那个3分天下的那个区块不太一样，您怎么样来看？对，这个盛峰是看比较乐观，我是没有那么乐观了。因为基本上台湾的政治舞台就这么的大了，而且基本上有这个台独啊，另外一边就容易变成反台独这样的2股力量，所以这个走向两元。所以你这样子，就是说现在的民众党，你到时候就会突然间，有时候你要跟国民党合作，有时候要跟民进党合作，这样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对，这他们在内部有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冲击？因为这里面的人都是个性都很强的。新党后来会搞垮，其实跟里面内部的人的个性强有关。几个人天天在那边对骂李清华、朱高正啊，然后这个他矛头也对象几个，我也不好意思点他们名字的新党的这个前辈嘛，所以他们除非他们一直能够开疆辟土了，但是在2大党的这样一个夹杀之下，你说，譬如说他要全面提名，就台北市市长。这次去年选输了，你认为他明年可以选赢吗？下一届你认为选赢的机会有多大？一样的人，再出来选，你认为选赢的机会有多大？新北市也一样，你下去你要提名一个人，在新北市国民党、民进党都很强双方几乎势均力敌，你在几个人进去要把他选赢，地方首长也真的坦白讲不容易了。而且讲回来，我再把它讲回来，就最主要是个性的问题。其实这里。民众党有今天要感谢的，其实是柯文哲，他真的有他的厉害。他这个表面上好像是他是一个没有受到政治很多的污染的这样的一个素人，其实他比这些老手都还要老手了。然后他讲话的那种方式啊，他都是精心设计的，讲得很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去碰最困难的核心，所以他讲话出来的时候。让这些年轻人都觉得听得很爽，因为真正问题你要碰触到核心的时候，你最重要你要讲出你的 solution， 你解决的方案，柯文哲讲不出来的，他讲不出来的，所以柯文哲，但是你说他可以撑多久？如果柯文哲哪一天真的他不想选了，或者是说他已经没有兴趣在这个政治这条路上了，那你认为民众党还有谁可以取代他向前走？黄国昌个性是很强的，黄珊珊个性也不会太弱了，所以他们里面未来来讲就会变成，如果没有柯文哲就要多头如果有柯文哲呢？柯文哲本身也有独裁的个性一个独裁个性要带领这个党，要真的要往前能够走多远，我是非常怀疑的。你看为什么国民党后来搞得那么惨，就是李登辉后来就是有独裁的个性嘛，所以有人就是不吃这一套嘛。
新党就是不吃这一套嘛，所以才会走出来嘛。啊，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了。最重要就是说，政治这种东西的，就是个政治资源的问题了。两大党已经经过这么久的缠斗哦，他们可以垄断的那种所谓的资源呢，都已经差不多了。但民进党是垄断最多了。所以你台湾民众党你要进来，要急进来，硬要急进来，而且要撑很久，撑到把这两党之一把它打倒，或者把两党同时打倒，这种概率哦，那个不容易。这次为什么选得好，也有新鲜感的问题。一个新出来的政党哦，会有很多人给他很多的期盼，是，所以呢，那个力道会很猛。是，可是慢慢下来，新鲜感就觉得说，你跟其他老的政党一样，你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叽叽吹娘娘，你慢慢你的光芒又下去了。是，其实呢，在2026，真的现在黄国昌他说他要给柯文哲的建议是，大家都派人下去选，大家也开始在想了，那黄珊珊呢，如果他真要选台北市的话，他现在是不是真的在立法院里头？他虽然叫蓝营的不要攻击他，但如果真的要跟民进党合作的话，那他在立法院里面好像火力也不能太猛，他才有办法呢，就是要求对方能够礼让，因为毕竟过去他真的在港湖区曾经就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请教一下老师。如果黄珊珊在立法部门对于行政部门的监督火力不太猛的话，那他要选台北市市长恐怕也难了。因为对民众党来讲，他这2年是他的黄金时光，他必须要在立法院里面有很大的表现。那这8席里面都必须要能够让他们在媒体的曝光度要一直站很高，这样的话他们才有可能有更大的政治生涯，因为他们的规定就是2年嘛，2年都要离开了。那会有一批新的人要上来，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操兵。那因此这2年内，如果说他们对行政部门放一马的话，我倒认为他要选台北市难度就高了。即使你民进党说让，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更何况民众党没有理由不去强烈的监督民进党，所以我个人认为，民进党跟绿营的合作的可能性其实是很低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民众党如果要发展下去的话，必须要往下走，要往下扎根。2年后的9合1的选举，我觉得在议员这个部分，民众党一定会大有斩获，因为议员是大选区。对，大选区的话，以民众党本身的这些基础2成多的基础来换算的话，我倒觉得他们的这个斩获率会很高，所以他们往底下，而且会给很多从来没有从政的年轻的这些人更多的机会。这个对于很多的民众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一次的9合1选举，民众党绝对会去遍地开花，每一个县市都会提名人，而且都会发展。但是在县市长要能够赢，恐怕就不容易了，因为县市长他最后是1比1嘛。对，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民众党要在县市长新竹或许有机会，可是其他的地方。那就很难说了。我觉得未来是一场恶战在打哈。对民众党来讲，那有关于国会的问题，我倒认为啊，你说民众党要支持民进党，我觉得可能性实在是太低了。那民众党说你要他表明的支持蓝营的韩国瑜，我觉得可能性也不高。但是民众党相当有可能采用一个方法呢，就是说看你，因为你国民党现在规定要亮票嘛。那当你要亮票的时候，等于是你还没投下去之前，你就要亮给大家看，他们就可以算你已经有没有超过52了。如果已经算超过52、54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一定赢了。他为什么要去投票？他不去投，你国民党也赢了，所以他会乐观其成。可是你国民党如果有人跑票，结果票在亮票的过程中没有达到52，那这个时候你国民党就不一定赢的情形下的话，那你就不能排除民众党在这个时候集体就进去把票投下来了。那也就是说，就是不让你民进党当。所以我倒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也提醒国民党的一些有2心的人哈，别想在这个地方搞鬼，因为民众党也在旁边盯着你看，你到最后你什么东西都输光了，不要把自己的脸都丢光了。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李胜峰。大家好。好，一开始呢，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哈，在现在立法院到底谁能够来当这个龙头？现在蓝绿两边都去拜会过白了，而最新的声量也曝光了，网络上的声量。4个字叫不成正比。好，这个是网络上面的声量哈，带你来看到实际的数字。因为呢，韩国瑜这半年来在网络上总声量158.49万笔，游锡堃多少？4.09万笔，这真的是不成比例啦。那大家开始在讲嘛，网络声量不一定就等于他就能够当龙头嘛，要当老大的身段要够软。好了。韩国瑜这回真的让大家看到他身段有多软哈，王伟汉就直接讲了说哈，他基本上本来就是一个热络气氛啊，然后技能点满分的人，因为有跟他在同一个场域过的人都知道，他很有幽默感，而且呢很能够跟人家打成一片，一路看着大家笑出去再笑出来，然后呢还最后会说，哎呀来吧，报警一下啦哈，来国昌委员国昌兄抱一下吧啊，这样子一个举动让大家上下嘴角失手。好，换句话来说呢，气氛热络是不是事情就好谈了？至于呢，本来跟他大家觉得可能比较不那么合的，除了黄国昌之外，还有这一位陈昭姿。好，大家知道啊，他其实跟陈水扁很熟嘛，所以呢，他说韩国瑜进去里面之后，马上就跟我讲说自己跟陈水扁呢很熟啦，还说呢自己到目前为止还跟很多的民进党的立委其实交情不错的，有良好的互动。确实哦，当年他真的在立法院的时候跟陈水扁是同期的，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在讲了，说是不是这样子能够让他争取到更多的认同？这也有人会问，那他当这个立法院长要做什么呢？几点事情，现在我们想到告诉你，他可能会做什么。第一个修法，好，重点就是藐视国会法。藐视国会罪这件事情其实在选前国民党这边就已经很强调，因为当年也就是大概1年多前，就这一任的立委。发生多少事情，巴西蛋的事情啦，疫苗、疫情等等的事情，想要资料通通查不到，甚至呢，在立法院里头，行政院长、前院长呢，当时当着面就骂立委郑丽文不要脸，然后呢，这个陈吉仲要跟他要资料，他不给就是不给，薛瑞元甚至还直接在里面骂什么死人骨头，还有这个劳动部长许明春生气的说我不干了，好，不管对象是蓝的或者是绿的委员，基本上这样的台词都在立法院里面出现，大家开始要问这一些算不算藐视国会？比如说啦，薛瑞元。现在在民意的部分，大家也开始在问啊，你之前承诺这些护理师说，基本上你要给人家什么医护比2年就要入法等等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护理师来说，他们就觉得根本就是诈骗呐！你这个根本就是应该要打诈专线呐！还有谁？还有许明春，因为今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闻，很多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还直接问我们的年轻人：你满意你的工资吗？你满意你现在的劳动状况吗？因为要告诉我们，在2023年度整体劳工满意度，对于整体工作感到满意的有75%，不满意的仅3%。大家开始在问这个数字到底。你的受访对象是谁呀？是真的你我他在我们身边吗？因为大家感受好像跟劳动部的感受都不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大家可以在国会里头帮人民问出一个所以然来，或者是立法院长每一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办国庆晚会。好，先前台湾 National Day 现在可能就不会再出现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中华民国的生日，中华民国可以被放在整个 logo 里面，不会再被忽视。还有一个叫做台湾民主基金会这个同样是拿预算的啦。先前呢曾经传出谁要来这边当执行长当副执行长，他啦，好，林非凡传出说呢，我本从09万变011万，后来本人否认陈以信委员则直接讲了，说这个基金会呢常常会腐烂补助，这些问题是不是能够通通导正回来？而这一些如果真的是让韩国瑜当院长，他承诺会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念跟价值观，但是民进党呢？民进党真的会让你如愿吗？但是啦。民进党内部真的有想要让游锡堃当院长吗？游锡堃呢，现在都还没卸任呢，还是现任的院长呢，还是当时被郑国会封为精神领袖的人物呢？但现在只是因为他想要争取一些认同，他发表了他个人支持民众党的理念，好，马上就被媒体上骂翻了。他说被媒体骂得很惨啦，但他觉得自己既然要承担，就应该要勇敢。
因为呢，他就是跟民进党不同调嘛。他对于民众党提出的单一招委制，他觉得他个人立场他愿意接受啊。柯建铭马上就讲说：“哎呀。”院长立场谈什么都可以啦，但是基本上那个是个人立场啦，在党团这边立场不一定一样，甚至呢，他才讲一句话而已。上个礼拜呢，跟他直接在节目上呛起来的周玉蔻，批评他没出息、丢脸，这字很重精神领袖被这样骂，我们就想问了，派系里头包括了廷飞委员啊，包括了林右昌部长啊。有没有出来帮他讲句话啊？包括了他上个礼拜跟周玉蔻直接在节目上吵起来了，有没有民进党里面的人出来帮他讲句话？好像到目前为止没听到声音，怎么会这样？不是民进党说要请他出来竞选立院龙头吗？后面真的有站人吗？请教盛峰委员，您怎么样来看？现在这样的游锡堃要跟韩国瑜来比龙头，在网络声量上面发现两个真的不成比例。这个比声量可以当院长，那也蛮方便的，但是当做笑话听听就是。不过最近这几天所展现出来的这一幕，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面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我们可能要比较中性化的角度来看，否则的话，真的我只要把调子给拉高，那么呢，这个无限上纲啊，最近这几天各党的表现。在我们看法，通通都乱成这子。你通通都可以问一句话：你们的立场在哪里？你们的原则在哪里？你们的眼中除了有名位以外，除了有职位以外，你们有什么坚持？我这句话来骂所有人，通不通？通通都通。但是可以这样子吗？假如这样子，政治就不要玩了嘛。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人家说这个一个官啊，两个嘴啊，随他讲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讲政治评论的时候，假如只基于个人的立场，我刚才讲的这一段话，通通都可以发挥到这，就好像那一个诽谤长夜犯呢，周大妈有没有？他说的啊，他凭什么说人家这些话？他是台湾最有名的诽谤长夜犯呢，而且是法院认证的呢，是吧？所以他可以把调拉到那么高，可是呢？又可以换个角度，你看你们就是不懂，你们就不怎么样子，对，是他说的，这你们不懂得政治妥协，只有妥协才有出路。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政治是需要妥协的，政治也需要是讲原则的。我们妥协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那个目标要明智的告诉我们。今天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 gap 大不大？当然大嘛。可是所谓的在野联盟要不要联盟？要嘛，不联盟那就让民党执政算了。所以这个时候是要妥协。那妥协下来的结果，现在对国民党讲起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莫过于要明白的表示啊，当我获得了这一个院长的职位之后，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是为所当为啊。严守当严呐，这个才是一个正当性。所以呢，在这个的评论里面呢，真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很好的政治课程。大家不要动不动啊就无限上纲，听得好像自己啊法相庄严呢。那事实上呢，有时候听听就算了，听着，真的妥协是为了什么？必须把这个最高的目标，要能在这个妥协里面付出妥协的代价，赢得目标的成果。这样子的妥协。才会让大家对你肯定和尊重。那请教一下玉芳委员了哈，因为刚刚呢，其实盛峰委员一直在讲说妥协，在政治某些层面上需要妥协。那大家开始在问，那所以韩国瑜当立法院长，他到底能做什么？我们刚刚其实列出了几样，您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呢，如果说被大家认为，国民党现在跟民众党合作是为了妥协，某些层面身段很软，但是到底有没有原则存在？我觉得要提升国会的这样一个尊严很重要。所以国会改革我不会因为是黄国昌提出来的我就反对他，因为现在立法院常常变成行政部门一个立法局啊。你刚刚这有举了一些的例子，譬如说这个阁揆可以骂国会议员说不要脸，哇，这个在全世界都听不到的。你知道，在美国，这个比所谓的藐视国会罪都还要重了。藐视国会罪就是说，
美国国会有调查权，所以他叫你到国会来接受这个听证会啊，这个接受国会议员的询问，你没有来，那就藐视国会罪就承认；你来了没有说实话，也成立藐视国会罪。藐视国会罪，你光罚钱可以从10万美金罚到100万美金呢，判刑哦，因为你要送法庭去决定嘛。法官可以判你1个月，也可以判你1整年呢。所以藐视国会罪是很重的，而且你去看人家的设计怎么设计，那叫人民的代表才是真的这样，是高高在上的，是国会议员。行政部门的官员，即使你是一个部长，不管你是国防部长还是国务卿，你就可以坐在底下。所以他是有一个斜度下去的，他就提醒你们来这边的官员，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是代表人民来监督你们，我们在上面，你们是在底下的。所以这个都要做。我以前在立法就建议过，我说你干嘛跟这些官员们平起平坐？而且现在设计也很不好，官员回去了，等一下上来一个立法委员要问他，他又再从座位再跑上来。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位置，让他坐在底下，坐着不要动，每一个都不要动，心平气和的来问问题，来答问题嘛？所以国会要去改革了。但我是觉得，就是说第一个改革大概就是你要先提升这个国会的尊严，这里面就要把藐视国会的这样一个罪要让它成立要让这个有这样一个法则有这样的刑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些官员才不敢在里面的嚣张啊！你像现在很多的官员，其实我真的李登辉的时候，申峰也当过立法委员，陈水扁的时候我也当过，马英九的时候我也当过。我告诉你，我现在看到是大开眼界。现在的官员可以跟立法委员对骂，这我是大开眼界。这个在其他的国家，所谓的民主国家是没有的。所以蔡英文讲说，台湾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以这一点来讲，我认为一点都不正常。官员在骂那些民意代表，像骂小孩一样，而且用字之粗俗，用字之怎么讲？不敢讲卑鄙，但是类似那样的字眼，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想象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说民主基金会的事了啊。那我这个是后来才设立的，所以我也在民主基金会当董事，也大概当了5、6年、6、7年有过。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是会比较公正的，那个补助的钱政治的味道不会那样的重了。我认为现在的很多的补助，陈奕迅说腐烂的补助，我认为是有这种情形啦。因为我后来我就硬辞把它辞掉了，1年前我就不愿意当了，我就离开了。那这里面的人事的任用，当然里面的所谓行政人员当然是绿色的为主了。这个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包括一些行政部门官员的他们的配偶也在里头，也都有了。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要公正啦。这个民主基金会，你知道代表台湾，要彰显台湾的民主，按自己内部如果都是那种政治的味道那样的浓，尤其民进党执政以后，常常都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照顾自己同路人的利益，我认为这样子就是不好。游锡堃本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民进党没有资格骂他。游锡堃他当院长的候选人，又是现任的这个院长，他认为说他支持国会改革，我认为要骂他什么？要骂他什么？谁都知道嘛，立法院的院长都没有立法院的民进党的总召大嘛，大家都晓得的嘛。所以院长要去修改这些相关的规定，我就要把院长的尊严建立起来。第一个要先建立立法院的尊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想看到的事情。那游锡堃，说实话，民进党人里面，我认为游锡堃还是个比较老实的人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但我觉得游锡堃讲的话还比较中肯。当然不是每句话我们都听了都可以接受，不过多数的时候他讲话是比较公正的，所以我是支持国会改革，我不以人废言。我对黄国昌的一些看法不赞同，但他要求改革国会，我是支持的。是，请教一下老师。立法院很重要，立法院本来就是代表我们的人民嘛，因为立法委员都是我们人民选出来的，要不就是政党，也是我们人民的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那些部长都不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那个行政院长、副院长不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那既然讲民主政治，那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当然就比不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大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你民选的市长、县长就是比你派的官员大嘛，本来就是这样子。好，一旦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问了，那立法院本来就是代表人民来监督行政部门，就是代表人民来制衡行政部门，避免行政的这些官呐、这些官滥权，这些官嚣张，这些官无法无天。那当然，国会就必须要有权利嘛。那你今天如果国会由同党的来做，他怎么会推动改革？当然不会推动改革嘛。所以当然国会要由不同党的人来做嘛。那以目前来看的话，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国民党来做，因为他是目前来讲立法院里面第一大党嘛。你民进党也不过就是第二大党，所以第一大党是国民党，国民党来当立法院院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也就国民党才有办法去 NCC 这个部分里面把人民的话语权抓回来，而不要变成这个民进党过去的时候的一个舆论的打手，抢害台湾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抓回来。所以你说立法院院长可不可以做什么？很多啊 ，NCC 的委员整个要重新审查，而且当初对于中天的不公正案要重新再调查权，再重新再调查，这当然都要一个一个来处理嘛。那当然就是要让新的委员进来才有办法嘛。所以 NCC 要整个抓回人民的手中，这个是只有在野党的院长才有办法做到。你如果由游锡堃来做，他怎么可能会做嘛？他当初就是纵容 NCC 乱搞嘛，现在 NCC 要把他抓回来，监察院要不要抓回来？要嘛。那些官员怎么滥权的，当然要监察院去好好的去监督嘛。所以每个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只有立法院通过的人事权才有办法嘛。你如果赖清德你随便提名就是不通过，再怎么投票不通过，可以让监察院停摆，也不能够让烂人进监察院，也不能够让烂人进 NCC， 这个绝对一定要做到的事。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还有国庆日啊，就正正派派的办一个国庆。国庆日当然就是要国旗飘扬嘛，不要把国旗变造，不要把我们的双十国庆把它变形、变颜色，变得四不像，变成牛鬼蛇神，什么都不像话，回到正正派派、正正当当的我们喜欢的那个大红嘛，那个红色多漂亮，喜气洋洋，国旗就是要满地方飘嘛，那你民进党的你不开心，你赖清德不开心，你就不要来嘛，对不对？你民进党的那些部长、院长不开心，你就不要来嘛，反正就是就是立法院主办嘛，立法院的院长是主人嘛，所以就正正派派的办。那这个时候你由游锡堃办，他又把国旗又变形，变得奇奇怪怪，不要了，还是由这个国民党来当好了。好，到底呢这个龙头之争什么时候会有个定数？2月1号。